肯很高，非常高，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看见的那种高，但他整个人却缩着肩，动作笨拙，像是随时担心自己会一不小心就把什么弄坏。老骑士死了，留下的遗产少得可怜，一把满是凹痕和锈迹的长剑，3匹看起来还算健康的马，以及一个几乎没有人承认的骑士身份。但邓肯还是郑重其事地完成了埋葬仪式，给了老师该有的尊重。然后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继承了这把破剑，去陈树滩参加比武大赛，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活下去。在维斯特洛要当一个真正的骑士，你必须靠比武证明自己，不然你连讨饭的资格都没有。但导演马上就泼了一盆冷水，这把骑士长剑连剑带都没有，邓肯只能用一根麻绳勉强把它拴在腰上。上一秒他还举着剑，嘴里念着骑士誓言，下一秒就躲在树后拉肚子，是的，窜稀。你是来拉屎的吧？这是七王国的骑士给你的第一个信号。我们要讲的不是一个浪漫骑士童话，而是骑士精神在现实里的狼狈模样。但是你呀，不能拉痢疾呀，这他妈传染！去岑树滩的路上，邓肯在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馆歇脚，遇到了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并神神叨叨地对邓肯说：“我梦见过你。”那个人就是戴伦·坦格利安王子。他拥有坦格利安家族特有的真龙之梦能力，他梦到邓肯会出现在这里，这让他感到非常恐惧，因此对邓肯表现得极度排斥。还是在这儿，他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孩，光头，皮肤白得很不正常，眼神却异常机灵，说话语气老成的不像个孩子。他自称伊格，一听说邓肯要去参加比武大会，伊格立马毛遂自荐，他要当他的侍从。邓肯直接拒绝了，理由很现实，我自己都吃不饱，哪养得起侍从啊？吃完饭，邓肯把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丢给了伊格，转身离开。伊格站在原地看着这个用麻绳系剑，连剑带都买不起的骑士，眼神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阴谋的世界里，像邓肯这样笨拙固执、几近愚蠢的正直，反而显得极其稀有。一个巨大善良又极度自卑的流浪骑士，一个光头聪明、明显藏着秘密的小男孩，他们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维斯特洛社会塔与塔间的第一次碰撞。当邓肯终于抵达岑树滩，镜头语言忽然变得热闹起来，集市的混乱、妓女的笑声、吆喝的商贩，还有贵族营帐里溢出的奢靡气息。这是一个盛会。邓肯报上自己的名号，高个子邓肯爵士。他洗过澡，整理过衣服，但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只是一个穿着死人衣服的侍从。这份不安贯穿整集。他执着于比武大会，本质上不是想赢，而是想确认一件事儿：我到底算不算个人物？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答案。当邓肯想要报名参赛，却被告知没有证明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这一刻，幻想彻底破灭。在封建制度下，你的品格一文不值，你的努力毫无意义，血统才是唯一的通行证。他去世的主人只是一个穷骑士，认识的人寥寥无几。为了找到一个证明，邓肯不得不在集市里四处碰壁。期间撞见2个人在那儿切磋，准确地说，是一个穿胸甲有苹果徽记的家伙在单方面痛殴他的陪练。挥着重剑、满脸傲慢的家伙叫史蒂芬·佛索威，他来自苹果家族。史蒂芬这人自我感觉极好，他一边把对手打得满地找牙，一边还嘚瑟地显摆他那长房长孙的优越感，自诩是苹果树上最高的那根枝。而那个蹲在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倒霉蛋，正是他的堂弟雷蒙。雷蒙虽然只是个没资格参赛的臭侍从，但嘴皮子比盾牌还硬。面对堂哥的显摆，雷蒙直接开怼：“你确实是高枝，但我还没成熟，你却已经烂到骨子里了。”史蒂芬转头看见个头极高的邓肯，还想拽拽地拉邓肯练2手，结果被急着去报名的邓肯给婉拒了。这哥俩一个假正经，一个真毒舌，活脱脱一对怨种兄弟。之后，邓肯遇到了丹尼，一个木偶戏女艺人，那是一种非常马丁式的安排。他们的对视没有轰轰烈烈，却足够温柔，像是铁甲世界里唯一一块没生锈的地方。但丹尼并不只是感情线，在马丁的世界里，木偶永远象征着被操纵的命运。哪怕你自称骑士，在王权与血统面前，你也只是一根随时会被剪断的线。邓
肯随后误打误撞跟随雷蒙进入了拜拉席恩家族华丽的大帐混吃混喝，他并没有遇到严厉的质问，反而被莱昂诺·拜拉席恩爵士拉住跳了一场胡闹的踩脚舞。作为拜拉席恩家族的一员，他的盔甲和装饰都体现了家族的宝冠雄鹿标志，因为他战斗时喜欢大笑，获得外号狂笑风暴。尽管邓肯一直因为阶层差距感到拘谨，但在酒精和热情感染下也逐渐放开。尤其这位身材魁梧、满头大汗的拜拉席恩继承人，却像老友一样教他要站得挺拔。夜深了，骑士们回到奢华帐篷休息，邓肯却只能在河边的树下露宿。但他并不孤单，一哥偷偷跟了过来。不仅如此，这个小光头除了准确知道整套骑士规矩，逻辑清晰，还把马匹和盔甲打理得井井有条。邓肯最终接受了他，也在这一刻，一个传奇组合正式诞生。只是邓肯还不知道，这个侍从藏着一个足以撼动7国的秘密。老阿兰爵士的葬礼虽然简陋，但邓肯依然在心中反复默念老师的教诲。他是个真正的骑士，安静、谦虚，从不抱怨。但讽刺的是，当邓肯试图寻找自己身份的担保人时，现实却像一记戴着铁手套的耳光，狠狠抽在他脸上。不管是佛罗伦家族还是提里尔家族，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大人根本不记得什么同分树村的阿兰。在他们眼里，这种雇佣骑士就像路边的野草，死1000个也不会在史书上留下半个逗号。那些领主家的小辈甚至嘲笑他，如果没人记得他，那他一定是个烂骑士。邓肯只能带着一哥，尴尬地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那一刻，大概是他离放弃最近的时候。就在邓肯走投无路，准备像个小丑一样溜走时，命运的齿轮，或者说王室的马车碾过来了。贝勒坦格利安王子，那个绰号破毛者的铁王座继承人，正和弟弟梅卡王子一同进城。这是一场权力的盛宴，也是一场暴雨前的宁静。因为梅卡王子的4个儿子中的2个长子戴伦和4子伊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令梅卡心急如焚，毕竟儿子没了一半。梅卡王子的2儿子明艳、伊利昂、坦格利安，目中无人的他直接把邓肯当成了马童。换做别人，可能缩着脖子就忍了，但邓肯这个笨拙的傻大个憋红了脸，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大人，我有幸成为一名骑士。”而伊利昂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这年头的骑士混得可真够惨的。”尴尬吗？窒息吗？别急，反转来了。贝勒王子这位维斯特洛真正的6边形战士，展现了什么叫王者的风度。他盯着邓肯那把破旧的剑，眼神突然亮了。他不仅认出了老阿兰，还精准地纠正了老阿兰吹的牛皮。当年老阿兰和他比武，折断的不是7只长矛，而是4只。贝勒王子的一句他从未让自己蒙羞，就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邓肯灰暗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个参赛资格，更是在这一地泥泞的势力眼中，贝勒王子亲手为邓肯捡起了碎了一地的尊严。有了资格，还得有装备。这时候七王国的骑士又给你上了一堂名为没钱别当英雄的经济课。为了筹集一套像样的盔甲，邓肯找到了铁匠铁头佩特，对方张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800银路。邓肯摸了摸兜，里面大概比他的脸还干净。为了凑齐这笔钱，邓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爱马人士心碎的决定，卖掉他最好的马。邓肯把脸贴在马鬃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无奈的深情。如果我赢了，我定会把你买回来。他付了小费，嘱咐买主今夜给马喂些燕麦和1颗苹果。装备有了，接下来是身份。根据律法，邓肯不能使用老阿兰的文章，因为他不是血亲，他必须拥有自己的图腾。还是那个木偶戏女孩坦塞尔，他接下了这个任务。这可能是本集最浪漫的时刻。在维斯特洛，别人的文章象征着野心、杀戮和权力，而邓肯看着那面空白的盾牌，想起了河边的那个下午。他描述到，背景要像日落一样的颜色，上面要有一棵巨大的榆树，还有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因为阿兰喜欢日落，榆树是邓肯和小光头的栖息地，流星是将要给他们带来的好运气，也象征了邓肯自己稍纵即逝的命运。温情总是短暂的，暴力才是维斯特洛的底色。比武大会终于开始，号角声一响，画风突变，之前所有的铺垫都在这一刻炸裂。贝勒王子的长子，英俊的瓦拉尔王子登场了。
这不是比赛，这是屠杀。长枪折断的脆响，战马嘶鸣的惨叫，还有骑士落马后骨头碎裂的声音。镜头特写给到了看台上的一哥，小男孩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喊着杀了他，杀了他。而镜头一转，对准了邓肯。邓肯没有欢呼，他的眼里只有恐惧和悲悯。他看到的不是荣耀，而是死亡。他看到那些像他一样的骑士，为了取悦看台上的贵族，像狗一样在泥浆里搏杀。这一刻，邓肯突然明白了老阿兰为什么一辈子没赢过，却依然是个英雄。因为真正的骑士不是在比武场上把人捅个对穿，而是懂得敬畏生命。视频的最后，夜幕降临，邓肯坐在篝火旁，看着仍沉浸在比武血腥氛围中兴奋异常的一哥说：明天我们要让所有人看看老阿兰教出来的骑士到底是什么样。豪言壮语之后，邓肯这个2米高的壮汉此刻正笨拙地捏着绣花针在树影下缝补衣服，这一幕简直要把老阿兰爵士的棺材板给惊动了。一旁的侍从一哥探头问道：这是我该干的活吗？邓肯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会缝吗？不会就去给马刷毛。这对穷酸主仆的对话总是透着一股子冷幽默。一哥正值青春期，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个让邓肯棘手的问题：爵士，我蛋蛋上长出了黑色的毛，这正常吗？邓肯整个人都凌乱了，只能尴尬地回一句：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你居然跟我说这个。这种极具生活气息的细节是马丁老爷子最擅长的，哪怕是未来的国王和御铁卫队长也得面对青春期的尴尬。一哥作为坦格利安王子，本该在红堡由学士传授生理知识，但他却在泥地里向一个流浪骑士请教。坦格利安家族的人甚至相信自己比常人更接近神，但一哥这种极具人情味的烦恼，暗示了他未来作为不该称王之王那种体恤民情的特质。但温馨总是短暂的，邓肯想要报名参加当天的比武，却被现实又扇了一记耳光。按照规矩，首轮挑战权属于那些名门望族的骑士。在这个血统决定一切的世界，邓肯这种雇佣骑士只能在场边看着。就在邓肯为前途发愁时，诱惑找上门来。岑佛德大人的管家偷偷找到邓肯，想做一笔假球交易。只要邓肯在明天的比武中击败领主的小儿子安德罗爵士，让那些买冷门的博彩者大赚一笔，邓肯就能得到对方的马匹和盔甲作为报酬。对于一个住在榆树下、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穷骑士来说，这无疑是一战成名兼发家致富的捷径。但邓肯拒绝了，他的回答很笨，却很硬气：我不想要不靠实力赢来的胜利。哪怕管家嘲笑他住的是赤杨树，邓肯也会一本正经地纠正是榆树。这就是邓肯，一个在泥潭里也要守住底线的傻大个儿。在维斯特洛，很多骑士其实就是带甲的强盗，邓肯才是真正的异类。与此同时，真正的反派登场了，明艳伊利昂·坦格利安王子。如果说贝勒王子是坦格利安家族的光明面，那伊利昂就是最黑暗的深渊。他是坦格利安疯狂与伟大天平的暗黑一端。他在比武场上展现了令人发指的残忍。在对阵汉弗瑞爵士时，第一轮用真骑士所不屑的假动作虚晃一枪，第二轮伊利昂故意放低长矛，精准地捅死了对方的坐骑，战马倒地的惨状让全场噤声。汉弗瑞爵士的腿被压得粉碎，一哥在场边看得脸色苍白，而邓肯则感受到了权力的恶意。原来在龙家王子眼里，规矩和生命都不过是他们玩弄残忍游戏的祭品。现场民众怒火中烧，丢石块，一拥而上，要胖凑这个卑鄙小人。因为马是骑士的战友而非工具，伊利昂这种行为被视为极度卑劣，也为后来的黑火叛乱埋下了民意伏笔。接下来的情节将整部剧推向了窒息的边缘。邓肯在营地遇到了红苹果家族的雷蒙·佛索威，两人正在帐篷里喝着苹果酒，吐槽王室的傲慢。雷蒙那句每一个坦格利安都是乱伦的异类，简直是说出了维斯特洛人民的心声。可酒还没喝完，噩耗传来，伊利昂正在伤害那个木偶戏女孩坦塞尔，理由是伊利昂认为木偶戏里杀死巨龙的情节是叛国。当邓肯赶到现场时，高大的王子正在折断柔弱女孩的手指。那一刻，邓肯没有思考血统的差距，没有思考冒犯王室的后果，他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冲上去就是2记铁拳，把他丢出去，摔得老远。
铁拳打碎了王子的牙齿和傲慢，也把邓肯自己送进了绝境。伊利昂质问邓肯为何要为一个戏子大胆犯上。在王室眼里，凡人的命不是命，只是随时可以捏碎的木偶。就在伊利昂气急败坏，喝令守卫将邓肯全部牙齿打掉时，一直藏在暗处的伊哥冲了出来，亮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原来，这个帮邓肯刷马、缝衣服、问青春期问题的光头小侍从，正是梅卡王子的幼子伊耿坦格利安。放开他！如果你们敢动他，就得向我父亲交代。伊哥的头发虽然剪掉，但那一双代表真龙血脉的眼睛在夜色下灼灼生辉。这种对家族邪恶基因的自觉抵制，让这个角色充满了悲悯的张力。那个被预言会死在烈焰中的男孩，此刻正站在维斯特洛最有权势的哥哥面前，试图用尚未丰满的羽翼保护一个一无所有的雇佣骑士。邓肯英雄救美，救了恶龙王子伊利昂，被侍卫按在地上，险些敲碎满口牙。小跟班伊耿揭示皇孙身份，救了邓肯，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邓肯被关在阴冷潮湿地牢里，与老鼠作伴。他想通过比武大会来寻找工作的愿望非常渺茫了。正当邓肯深感绝望之际，伊耿亲临地牢，还给邓肯带来了晚饭。原来这小子不是一般的秃头小跟班，他是当今梅卡王子的第4个儿子，真正的龙孙伊耿坦格利安。看来路上那个算命的老太婆是剧组派来剧透的。两人一见面，伊耿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本来是给哥哥戴伦当侍从参加比赛的，没想到戴伦是压根儿不想参加比赛，一路上东游西逛，最后干脆带着弟弟躲进小酒馆喝了个酩酊大醉。伊耿的头发被哥哥剃了个精光，眼看着就要错过心心念念的比赛，不甘心的他追着巧遇的邓肯当侍从，没想到邓肯真的收留了自己，眼看着就要开始比赛了。结果为了救邓肯，不得不暴露了身份，现在还得屈尊来这地牢，可怜兮兮地向邓肯道歉。这皇孙当的也真是憋屈。很快，邓肯被带到了贝勒王子面前。这位贝勒爷就是传说中的破毛者，也是当时在位的戴伦国王的大儿子，是王储。他对邓肯很客气，不仅让了座，还安排皇家侄儿给他倒酒。伊耿一边倒酒一边表示，真希望邓肯当时杀了自己的亲哥哥伊利昂。这伊耿从小就展现了如此这般的大义灭亲，真是令人惊叹。大伯贝勒听不下去，教育了伊耿几句，就让他先离开，然后告诉邓肯，自己4弟梅卡一家的2个儿子控告他。大侄儿戴伦说弟弟伊耿是被他绑架的，二侄儿伊利昂被他动手打了。不过绑架皇室成员这个罪名也太牵强了，基本属于诬告。而伊利昂认为屠龙木偶团明明知道国王是龙族，还当众表演屠龙戏，属于煽动叛乱。邓肯认为这纯属意外巧合，不该上纲上线，更不能欺负女性。伊利昂还在众目睽睽下撇断一个女人的手指头，虽然这在冰与火的世界里不算什么血腥场面，但那是女人啊，还是个混血女人，这妥妥的有违骑士精神。贝勒王子深感赞同，但作为兼职法官，他必须对原告有个交代，大家必须遵守法律。于是他给邓肯2个选择，要么认罪，砍掉1只手和1只脚作为对殴打皇族的惩罚，要么不认罪，行使骑士权利，以决斗定对错，输的以死谢罪。邓肯虽然人穷，但志不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是死是活，比过再说。但邓肯想的简单了，如果只是单挑，凭他那像城墙一样厚实的体格，说不定还能搏一搏。但伊利昂要求根据古老的安达尔人传统的妻子审判，顾名思义，就是双方各找帮手，凑成7个人，进行一场7v7的团战。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有7名斗士参战，神明就愿意降临裁决正义。这团战邓肯就吃亏了。伊利昂是皇孙，背后是整个王室，还有御林铁卫，是全服最顶级的氪金玩家。而邓肯呢，一个来自跳蚤窝的流浪骑士，要装备没装备，要人脉没人脉，让他黎明之前找6个愿意为了他得罪皇室并且以命相搏的骑士呢，这基本是死局。邓肯站在雨里，心里那个凉啊，感觉自己这次是真要领盒饭了。在这种时候，谁会站出来帮他？就在邓肯绝望的像条落水狗的时候，转机出现了。他在营地认识的朋友雷蒙德找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堂兄史蒂芬。雷蒙德是个热血青年，虽然他很想帮忙，
但他还不是骑士，没资格参赛。他的堂兄史蒂芬义正言辞地答应上阵，而且还帮忙去摇人。他称他认识兰尼斯特家的人。这一刻，邓肯眼里的光都亮了，这世界还是充满了正义和善良。这时，王孙伊耿和戴伦深夜微服私访。戴伦虽然怂，但心还没那么坏。他承认了自己撒谎，并且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他们的老爹梅卡决定为了儿子伊利昂出战，同时还带了3名传说中的御林铁卫，而他自己也要为弟弟出战。这比武审判的双方基本是复仇者联盟 vs 路边摊。戴伦还跟邓肯说那个龙梦，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压在邓肯身上，最后龙死了，邓肯活了。这预言又是来剧透的。时间1分1秒过去，审判的时刻终于到了。雾气弥漫的比武场，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邓肯的盟友们陆陆续续来了，这里必须给这几位真正的勇士点个赞。有一只眼睛的罗宾爵士人狠话不多。亨弗利·哈丁爵士在之前的比武中被伊利昂故意刺死战马，压断了腿，但他坚持带伤出战以讨回公道。亨弗利·毕斯伯里爵士，哈丁爵士的姻亲兄弟，有被称为狂笑的莱昂诺爵士，也就是后来的风暴帝公爵。这哥们儿也是个顶级乐子人，专治各种不服。那个信誓旦旦去摇人的史蒂芬呢？他来了，但他站在了对面。伊利昂用一个领主的头衔就把他给收买了。他这一倒戈，邓肯这边瞬间少了一人，变成了5打7。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之前那个热血青年雷蒙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请求邓肯就在战场上把他册封为骑士，好让他能填补堂兄留下的空缺。老实孩子邓肯觉得没资格，狂笑风暴体贴的代劳，这一幕真的燃。什么叫骑士精神？不是为了领主头衔，不是为了家族荣耀，只是为了内心的正义。哪怕是战力弱鸡的雷蒙德，只是为了凑个数，不畏强权，不惧战死的勇气，足以让他在此刻封神。只见莱诺·拜拉席恩豪迈地拔出长剑，当场就在泥泞的围场里为雷蒙举行了受封仪式。剑锋轻触雷蒙的肩膀，誓词掷地有声：以战士之名，我命你以此为勇；以天父之名，我命你以此为正；以圣母之名，我命你维护弱小无辜。起身后，雷蒙做了一件更刚的事，为了与那个背信弃义投靠皇室的红苹果堂兄划清界限，他让人把自己盾牌上的红苹果涂成了绿色。他自嘲地笑道：“我恐怕还是没熟，但青色总比那烂透了的强，对吧？”就在这一刻，著名的绿苹果佛索威家族诞生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这群由流浪骑士、疯子和青涩少年组成的杂牌军，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橡木与铁。可即便如此，算术好的同学已经发现了5+1等于6，还是少一个人。如果是6打7，根据规则，邓肯直接判输，拖出去砍了。时间不多了，邓肯站在场地中央，环顾四周那些衣着光鲜的贵族。他想起了那个死去的师傅阿兰爵士，想起了那一面画着榆树与流星的盾牌，那是坦斯姑娘亲手画的，象征着希望与守护。而那个画画的姑娘却被掰断了手指。邓肯发出了最后的呐喊，他在质问在场的所有人：难道维斯特洛的贵族家族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吗？一个骑士的天职就是保护无辜之人，现在无辜之人在受难，你们的誓言都喂了狗吗？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结果有人站出来放了个屁，真是嘲讽。邓肯的心啊，这一刻估计是凉透了，准备接受命运的裁决。这就像是你在玩游戏，队友全掉线，对面全是职业选手，你已经双手离开键盘，准备打出 GG 了。就在这万念俱灰的瞬间，那个意想不到的身影，那个让无数观众泪奔的身影，一个人骑着马走了出来，全场鸦雀无声。这个人摘下头盔，那是贝勒坦格利安，铁王座的继承人，国王之首，也就是梅卡的亲哥贝勒坦格利安王子。这一刻，连他的弟弟梅卡王子都懵了，质问他：哥，你疯了吗？你要帮这个低等人打亲兄弟？贝勒那张坚毅的脸上写满了平静，他用一句话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真正的骑士精神。他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他不仅仅是在救邓肯，他是在救内心的那一丝正义感。
贝勒的入场直接把这场戏推向了最高潮，一边是想要置人于死地的亲弟弟和亲侄子，一边是素昧平生但保护弱小的流浪骑士。贝勒王子选择了后者，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血统让你成为王子，但行为让你成为骑士。这群人为了面子，为了谎言，为了家族荣耀，要去杀一个正直的人。而这个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亲手撕碎了自己家族的遮羞布，站在了弱小的一边。那种在所有人都选择明哲保身时，依然敢于站出来的傻气，是那种在巨大的对手面前依然敢于说不的骨气。故事讲到这儿，其实挺讽刺的。一个流浪骑士为了保护弱者，不得不对抗整个皇族，而最后拯救他的，竟然是这个皇族里最高位的那个人。说明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偶尔还是会有那么几颗星星亮得让人惊叹，就像邓肯那面盾牌上画的，流星虽然会坠落，但那一瞬间的光芒足以照亮整个长夜。在这个马丁老头的世界里，贝勒破锚者就是那道最耀眼的光。欢迎回到维斯特洛，今天直奔主题。导演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震撼的上帝视角俯拍镜头，7个对7个站在泥泞的岑树滩上。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这是在致敬那个古老的宗教传统——妻子审判。既然凡人分不清是非黑白，那就让七神来决定，一人代表神的一个面相。听着是不是特神圣、特公平？但我告诉各位，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的审判，这分明就是一场顶级氪金玩家对战贫民窟拾荒队的虐杀局。你看看对面是谁？宁燕、伊利昂、酒鬼戴伦，还有被称为铁针的梅卡王子，再加上3个全副武装、发誓保护皇室的御林铁卫，这阵容基本就是维斯特洛的复仇者联盟。再看看咱们主角邓肯这边，除了贝勒太子这个唯一的真大腿，剩下的是谁？瞎了一只眼的李斯林爵士，第一次上场刚才还在吐的邓肯和雷蒙，还有一个断腿的亨弗利爵士和兄弟。这场仗怎么打？这简直就是让一群青铜玩家去打王者局。正如祭祀在战前动员时说的那句“愿死亡维续生命”，这句话听着像是给他们的祷词。战斗一开始，邓肯的盾牌就被伊利昂长枪刺破，邓肯忍痛拔出插入肋骨的断枪，紧接着又被王子的晨星锤狠狠砸在了头盔上。在那一瞬间，屏幕黑了，导演带我们穿越了时空，回到了13年前。这段回忆是原著里没有的，属于剧组的神级原创。我们看到了那个还没长高，还在君临贫民窟跳蚤窝里扒死人马蹄铁的小邓肯。那时候他身边有个叫雷弗瑞夫的小女孩，这是对原著中邓肯3个童年玩伴的整合与性转。这一段拍得太好了。他解释了这一集的标题，以圣母之名。在七神信仰里，圣母代表慈悲，代表保护弱小，但对于孤儿邓肯来说，母亲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在黑火叛乱的尸体堆里，那个濒死的高塔家族士兵在哭喊着妈妈妈妈，小邓肯冷冷地看着他，甚至用手闷死他，好拿走他的靴子。这太残酷了，但也太真实了。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世界里，母爱是奢侈品，生存才是硬道理。雷弗对邓肯说，如果你想要家人，别傻等着，去外面给自己找一个。这句话成了邓肯一生的注脚。当那个缺了一只手的金袍子卫兵残忍地杀害了雷弗后，欲干掉邓肯时，以圣母之名放开那个男孩。老骑士阿兰高喊着，醉醺醺地从酒馆里冲出，把那个卫兵其同伙像杀猪一样干掉，然后扬长而去。邓肯这辈子没见过妈，也没见过神。那个满身酒气，甚至有点窝囊的老骑士阿兰，在那一刻就是他的圣母，就是他的家人。这段回忆不仅丰富了邓肯的人设，更解释了他为什么在面对强权时敢于拔剑，因为他也曾是那个在泥地里瑟瑟发抖，等待被人拯救的小男孩。意识拉回现实，邓肯被砸晕了，但他听到了小一哥在喊，起来，爵士，起来！这声音和回忆里老阿兰喊他起来的声音重叠了，这就是传承。邓肯醒了，
但他马上挨了伊利昂王子第二记星辰锤，又被拍马过来的梅卡补上了一锤，真是上阵父子兵，爷俩都使锤，一个有链子，一个长柄固定锤头。正当梅卡再次过来时，贝勒也挺身而出，将其掀翻马下，令邓肯得以喘息。他现在的状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导演在这里用了一个大胆的拍摄手法，头盔内的第一人称视角，屏幕上大部分是黑的，你只能通过那条窄窄的缝隙往外看。呼吸声像拉风箱一样沉重，视野里全是模糊的雨水、泥巴和不知道谁的血，这种窒息感简直绝了。你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你就是那个没见过世面、吓得腿软、只能靠蛮力挥剑的傻大个儿。伊利昂的长枪、晨星锤、长剑、短剑、匕首轮番招呼在大个子的身上，长枪折了，盾牌碎了，肋下被伊利昂的长枪刺了个对穿，手掌被匕首刺穿。伊利昂用来刺伤邓肯的匕首，正是他在上一集用来砸核桃的那一把。这个疯子连吃饭的家伙事儿都带着血腥气，短剑刺入邓肯头盔上的观察缝，邓肯顿觉视线模糊，只得甩掉头盔，头部暴露在外，破釜沉舟，拼死一搏。伊利昂进攻心切，被邓肯长剑砍中大腿，也是痛苦万分。王子打惯了顺风仗，这一下令他意志重挫，战斗力暴降。邓肯此时本该乘胜追击拿下王子，但他也是剩下半条命，身上多处被伊利昂王子短剑刺入，失血过度，倒地不起。早已无心恋战的伊利昂欲见好就收，兴奋地冲着看台高喊：“他死了，结束了！”领主示意侍从吹响战斗结束号角，但是在小一哥和老阿兰的呼喊声中，邓肯手拄长剑，跌跌撞撞再次起身，完全是凭着本能在挥舞手中长剑。伊利昂面对这么一位打不死的大强，内心绝望了，硬着头皮拾起泥浆中的长剑。邓肯利用了自己唯一的优势体型，他像头蛮牛一样冲上去，横竖都是死，老子拼了！即便被伊利昂长剑砍中臂膀，他还是用那厚重身板直接把伊利昂压进了泥水里。围城远端的梅卡见状，高喊：“我的孩子，欲前来施救！”途中还用断枪将莱昂诺挑下战马，可见其战力超群。好在被贝勒和莱昂诺两人合力架住。此时的莱昂诺头盔上夸张的鹿角早已不知去向。你不是高贵吗？你不是自诩为真龙传人吗？在泥坑里，大家都是猪。邓肯骑在伊利昂身上，夺下伊利昂的盾牌，一下、两下、三下，狠狠地砸向王子的头盔。王子头盔上的珐琅火焰一片片崩落，邓肯甩掉盾牌，拳拳到肉，直到这位高贵的恶龙被打得像条狗一样求饶：“我投降，我撤回指控。”那一刻真的太解气了，这才是我们要看的全游。凡人是神，草根逆袭。邓肯环顾战场，贝勒、莱昂诺两人正与梅卡激战正酣，绿苹果、雷蒙将红苹果史蒂芬撞翻在地。邓肯把满脸是血的王子拖到贵族看台前，像扔垃圾一样扔在地上。这一幕不仅是胜利，更是对那个虚伪的贵族阶层的一记响亮耳光。战斗结束了，邓肯赢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受了伤，但看起来都还活着。除了那两个叫汉弗莱的兄弟在第一轮冲锋里就挂了，其他人似乎都没事儿。这时候，全场的 MVP 贝勒王子走了过来，他一瘸一拐，黑色的盔甲上满是凹痕。他对邓肯说：“我需要好人。”邓肯爵士，这个国家需要好人。邓肯仰望心中偶像，宣誓效忠：“我是您的人，殿下。”贝勒笑了笑，让旁人帮忙摘下头盔。当那个被砸扁的头盔摘下来的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贝勒也觉得不对劲，转过身，后脑被砸了一个大洞，旋即倒地。邓肯连忙一把抱住：“是谁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弟弟梅卡王子。在刚才的混战中，梅卡挥舞着巨大的钉头锤，一击命中了哥哥的后脑。还记得开场前莱诺拜拉席恩那句玩笑话吗？母亲最爱你了，是吧？梅卡一直活在这个完美哥哥的阴影下，他在战场上的那一锤带着几十年的嫉妒和怨恨，哪怕他不是故意要杀哥哥，但在潜意识里，
那一刻的凶狠酿成了不可挽回的苦果。随着贝勒倒下，小一哥绝望的甚至面无表情，没有哭喊。这不仅仅是因为突然失去了最爱的大伯，更是因为他在那一瞬间读懂了命运的嘲弄。还记得那个酒鬼哥哥戴伦做的梦吗？戴伦曾对邓肯说过，我梦到了一条巨龙从天而降，死在了你身旁，而你却活了下来。大家都以为这只死龙指的是反派伊利昂，甚至都暗戳戳地希望伊利昂去死。但马丁老爷子的笔下，预言从来都是带毒的糖果。此时此刻，预言闭环了。贝勒王子，这位坦格利安家族最完美的继承人，真正的真龙，就这样倒在了邓肯的怀里，而邓肯这个流浪骑士活了下来。很多人问为什么戴伦的梦那么准，因为他是醉梦者，坦格利安家族中少有的拥有龙梦、预知未来能力的人。但他之所以酗酒，就是因为这些梦太真实、太沉重。他想用酒精麻痹自己。他其实早就看到了贝勒的死，甚至可能看到了更远的悲剧，所以他才那么颓废。第5集在贝勒倒下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屏幕黑了，但那种震撼和悲伤久久不能散去。这不仅仅是一场比武的胜利，这是一场关于良知、代价和宿命的拷问。邓肯赢了，但他失去了最好的保护伞，更是失去了心中完美骑士楷模。他终于明白，骑士这2个字不是绣在丝绸上的文章，而是刻在骨头上的伤疤。而那个光头小男孩一哥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想要那个混蛋哥哥伊利昂受到惩罚，结果命运却拿走了他最敬爱的大伯作为代价。这种许愿扭曲的童年阴影将伴随他一生，直到他戴上王冠的那一天。我们常说权力的游戏残酷，是因为他总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贝勒破锚者，它象征着维斯特洛原本可能拥有的美好未来，公正、仁慈、强大。如果他活着，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封王，没有劳勃的叛乱，没有那一切的生灵涂炭。但这样的未来，由于一个卖艺的木偶女孩和一个倔强的流浪汉，碎了一地。值吗？在权谋家眼里，这简直蠢透了。为了一个平民搭上一个储君，但在邓肯眼里，在老阿兰眼里，在屏幕前的我们眼里，这才是真正的骑士。贝勒用生命告诉了我们，即使你是王子，当正义需要你的时候，你依然要像个凡人一样流血。岑树滩的血战结束了。如果这是一出俗套的爽剧，此刻应该奏响凯歌，我们的主角高个子邓肯应该接受全场的欢呼。但 HBO 的编剧显然不想让你太痛快。一开场没有史诗交响乐，反而飘来了一段极其破次元壁的慵懒又悲凉的20世纪中叶爵士小号。这曲子听着有点荒诞，但放在这里绝了。它就像是在邓肯耳边叹息，这操蛋的世界啊，赢了又怎样？我们的邓肯爵士此刻正靠在树下，半个身子都快烂了。拜拉席恩家的学士看了直摇头，气得狂笑风暴。莱诺·拜拉席恩大骂庸医滚蛋。莱诺是个妙人，他看着半死不活的邓肯，抛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橄榄枝。跟我回风息堡吧，我们一起打猎放鹰，我会像亲兄弟一样爱你。如果你不去，那我就像亲兄弟一样恨你。不仅如此，莱诺还随口问了一句，你去过塔斯吗？各位全游老粉们，听到塔斯这2个字 DNA 动了吗？原著作者马丁老爷子早就盖章确认过，美人布雷尼正是高个子邓肯的直系后代。这也是为什么布雷尼长得那么高大，且在全游第4卷里，他曾在塔斯家族的军械库里回忆起一面画着榆树和流星的盾牌，那正是邓肯的专属文章。邓肯未来因为御林铁卫不能结婚，他可能跟某位公主姐姐有一段风流韵事。为了掩盖这个私生子丑闻，公主被安排嫁到了塔斯家族。所以莱诺这一问，根本就是编剧在跟老粉丝们疯狂眨眼，暗示邓肯未来那段跨越100年的血脉传承。可惜这段对话被庸医打断了。如果是以前那个在跳蚤窝为了半个铜板跟野狗抢食的邓肯，听到去风息堡当差，早就跪下谢恩了。但他现在眼神空洞，像丢了魂一样回了一句，算了吧，我所到之处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和磨难。
因为此时此刻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那个替他挡了灾的完美太子。他甚至带着哭腔恳求莱诺，贝勒为我而战，献出了生命，你能对他稍微放尊重点吗？这句话彻底把莱诺·拜拉席恩惹毛了。接下来这段对白堪称全剧的灵魂转折。莱诺收起了所有的玩笑，情绪激动地指着邓肯怒吼：贝勒为你而战，我也为你而战。哈丁、比斯伯里，还有那个该死的苹果男孩，我们都为你而战。你的王子为了你与宣誓效忠于他的护卫开战，他根本没有冒任何风险。最后，莱诺丢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判词：众神绝不会眷顾一个骗子。各位，请细品这段话，在武侠小说里，这叫醍醐灌顶。邓肯一直困在一个高贵的王子为我这个泥腿子而死的阶级自卑和幸存者内疚里，自怨自艾。但在莱诺这个江湖汉子眼里，这种沉溺简直是矫情。莱诺戳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贝勒王子下场打架，对阵的是不敢伤他的御林铁卫，他其实是最安全的一个，而真正拿命在替你邓肯拼的是哈丁，是比斯伯里。这两位在此战中双双殒命，是那个毫无战斗经验的苹果男孩雷蒙。莱诺是在用最狠的话骂醒邓肯，别他妈光顾着给王权贵族哭丧了，看看那些真正为你流血的兄弟，你如果不站起来好好活着，不配当个真正的骑士，你就是个骗子。这番话成了邓肯在绝望中抓住的第一根稻草，也为他后来的抉择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坦格利安家族的葬礼生于火，也归于火。在原著里，邓肯是参加了葬礼的。剧中导演做了一个极其高明的改编，邓肯不敢上去，他只能远远地站在悬崖下面，远远地注视着，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当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骨灰瓮前时，贝勒的长子，拥有异色瞳的瓦拉尔王子正死死盯着他。瓦拉尔说了一句让邓肯余生都无法释怀的台词：有无数的儿子穿着父王的盔甲死去，但有多少父亲穿着儿子的盔甲而死？紧接着是那句终极的灵魂拷问：我父亲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为什么众神带走了他，却留下了你？ Why would the gods take him and leave you? 这句话太狠了。在瓦拉尔眼里，自己的家族是天选之子，而邓肯只是贱命一条。此时的邓肯，他并没有崩溃，而是低着头，卑微却又坚韧地回答：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留下了我？因为众神留着这条命，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然而地狱笑话的内核在于，众神不仅留下了邓肯，还即将在不久之后把瓦拉尔全家都带走。作为铁王座第一顺位继承人，瓦拉尔以为自己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仅仅在岑树滩比武大会结束的1年后，一场名为大春瘟的恐怖瘟疫席卷了维斯特洛。这场瘟疫就像是专门冲着他家去的一样，精准地带走了他的爷爷老国王戴伦二世，他的弟弟可爱的小马塔瑞斯，他自己英勇的瓦拉尔。曾经最辉煌最受人爱戴的贝勒王子这一脉，在瘟疫中全军覆没，彻底绝嗣。瓦拉尔以为自己是主角，其实他全家都只是在给邓肯与一哥的传奇人生腾位置罢了。这是老马丁的冷血之处。葬礼太沉重了，咱们聊点轻松的。本季幸存的 MVP， 那个被莱诺戏称为苹果男孩的雷蒙·佛索威，100年来的第一次妻子审判，雷蒙亲手打败了那个背叛朋友的堂兄史蒂芬。他告诉邓肯，当一个尚未成熟的青苹果，总比当一个长了虫的红苹果要好。从此，维斯特洛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家族——青苹果佛索威。不仅事业丰收，这小子情场也得意了。还记得之前那个在营地里乱转的红发妓女罗文吗？她现在成了雷蒙的合法妻子。雷蒙是个实在的愣头青，他一脸幸福地告诉邓肯，当时没有侍从帮我脱盔甲，他主动帮忙，然后他就怀孕了，感觉是个男孩。各位看官，咱们算算时间线啊，打个架脱个盔甲，这才过了几天啊，就知道怀孕了。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简直是一目了然。这孩子8成是前几天那位曼佛德大人的。罗文在见到邓肯时刻意说了一句：很高兴见到你，邓肯爵士。这其实是在向邓肯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求他千万别拆穿两人的老底。面对这个喜当爹的残忍真相，邓肯是怎么做的？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立刻顺水推舟，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句：“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罗文夫人。”这就是邓肯身上那种草根骑士精神的最高级展现。什么叫真正的骑士？那些自诩高贵的老爷们可能会为了所谓的诚实，当场拆穿这个风尘女子的骗局，但邓肯自己就是从底层的泥沼里爬出来的。他太懂得底层弱者想要活下去，想要洗白身份，改变命运有多难。罗文敢于把自己的命运绑在雷蒙这个刚被家族抛弃的愣头青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底层的智慧与勇气，而雷蒙也正沉浸在爱情丰收的巨大幸福中。邓肯没有用高高在上的道德洁癖去审判他，而是选择包容，用一句夫人温柔地守护了这两个好人的未来。难得糊涂，看破不说破，有时候比血淋淋的真相更慈悲，这也正是这片冰冷大陆上最稀缺的侠骨柔肠。办完丧事，就该聊聊人事调动了。梅卡亲王这位亲手锤杀自己亲大哥的硬汉，此刻正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内耗中。梅卡看着邓肯，邓肯看着梅卡，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诡异的共犯默契。梅卡亲手锤死了哥哥，他当然有罪，但邓肯心里同样清楚，是你挥舞了锤子，但那原本是冲着我来的，贝勒是替我挡了刀，所以我也是凶手。这种共享的罪恶感比任何刑罚都沉重。他对邓肯吐露了心声，有些人会说我是故意的，但我发誓我不是，但我会带着这个流言蜚语直到死去。他向邓肯抛出了橄榄枝，我最小的儿子似乎很喜欢你，除了你，他不愿侍奉任何骑士。各位听听，这话里有话啊！梅卡这是在招安，他的意思是邓肯来盛夏厅吧，给我当个保安队长，带带孩子，有编制，包吃住，还是皇家直属单位，我会派最好的教头来完成你的骑士训练。这想赎罪的心思藏得不算深，若是换了旁人，恐怕早就跪下谢主隆恩了，毕竟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但邓肯是谁？他是从底层爬上来的野草，他见过这权力顶端的肮脏。贝勒王子那么完美的人，在体制内都步履蹒跚，捉襟见肘，自己进去还不分分钟变成炮灰。邓肯看着梅卡，说出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台词： I think I'm done with princes. 我他妈受够了这些王子了。这一刻全场安静。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拒绝一哥，实际上他是在拒绝那整个有毒的系统。什么王权富贵，什么戒律清规，老子不伺候了。他拒绝的不是一份工作，他拒绝的是被权力异化。贝勒那么完美却死了，这个所谓的皇室荣华就像一个镀金的捕鼠夹，谁碰谁死。邓肯宁愿睡在漏雨的帐篷里，吃硬得像石头的咸牛肉，也不愿在铺满锦缎的城堡里当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他宁愿选自由，也不选陪伴权力。 Maybe you're not the knight I thought you were.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邓肯也就是个有骨气的愤青。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决定，这就不得不提本集最高能的原创新增剧情了。小光头一哥看着镜子里自己重新长出来的银白色头发，他感到恐惧，他不想变成他那个变态哥哥伊利昂的样子。于是他拿起了刀，走向了正在病床上昏睡的伊利昂，他想杀了他。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一只大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梅卡，这位父亲没有打骂，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大儿子是个酒鬼，二儿子是个疯子，三儿子是个书呆子，现在连最小的、最乖的四儿子也要变成骨肉相残的怪物了吗？正如酒鬼大哥戴伦跑来找邓肯时警告的那样，也许疯狂的种子早在肚子里就播下了。邓肯终于明白了，梅卡把伊哥塞给他，不是为了招安，而是为了托孤。他不能再逃避了，他必须承担起责任。把孩子留在皇室这个镀金的毒罐子里，迟早会废掉。只有跟着他这个流浪汉，这孩子才有可能长成一个人。于是邓肯提出了他的条件，要我带他走可以，但必须按我的规矩来。我要让他见众生，知疾苦，睡沟渠，吃咸肉，淋雨，挨冻。这哪里是在找侍从，这分明是在培养一代明君。正如郭大侠带着小杨过，邓肯要带一哥去见众生皆苦，
让他明白守护二字的重量。因为只有那个曾经在风雨中跌爬滚打过的人，未来坐上铁王座的时候，才不会让他变成一把冰冷的屠刀。这才是那位不该成王的王是怎样炼成的。此时的硬汉梅卡更像个普通父亲，他舍不得孩子经历如此磨难，动情地说道：“他是我最后一个儿子。”在离开之前，剧集回收了最大的一个伏笔——辨识树 Penny Tree。在邓肯的回忆里，濒死的老亚兰告诉他，在我的家乡辨识树村，男人们上战场前都会在橡树上钉一枚辨识，如果活着回来，就把它拔下来。但往往树上钉满了辨识，却没几个人能回来。回忆中，邓肯哭着问：“你为什么不册封我为骑士？你怕我会离开你吗？”老阿兰假装没听见，死了过去。等邓肯哭得稀里哗啦时，老爷子突然睁开眼，幽了一默。一个真正的骑士总是会讲完一个故事的。为了纪念这个给过他一切的老人，邓肯撬出剑柄里的那枚辨识。大家有没有想过，老阿兰为什么要把这枚硬币死死地卡在那把跟着他风餐露宿的剑柄里？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乡的辨识树村了。那枚硬币是他当年离家时没能钉在树上的承诺，是他那些战死的故乡兄弟的缩影，更是他漂泊一生却未能完成的归途。老阿兰死在了泥泞的路边，他没能回到家乡，他的故事断了。但现在，那个曾经在跳蚤窝里跟野狗抢食的傻大个代替他站了起来。邓肯用尽全力，将这枚带着师傅遗憾的辨识深深地钉进了岑树滩的这棵榆树里。这一声声敲击的闷响，不是什么加冕仪式，却比任何国王的册封都要神圣。他是在替师傅走完那条回不去的归乡路，他更是在向天地立下重誓：老爷子，你没讲完的故事，我来替你讲下去。哪怕这世道如此操蛋，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带着您的剑，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咱们这草根骑士的路一走到底。大结局的最后，那个剃光了头发、穿着粗布衣裳的小男孩伊格跑了过来。我父王大人说我要为你效力，其实这小子是撒谎偷跑出来的。片尾彩蛋里，梅卡还在气急败坏地找他呢。邓肯问他：“你想去哪儿？”伊格说：“我以前从未翻越过赤红山脉，我听说多恩那儿有很好的木偶戏。”各位听到这句，谁能不破防？表面上是去看木偶戏，但我们都知道，邓肯是为了谁？为了那个叫坦塞尔的木偶女孩，那个折断了手指、流落天涯的姑娘。哪怕她可能早就嫁人了，哪怕这注定是一场大海捞针，但这才是男人的浪漫啊！不仅如此，去多恩更是一场沉甸甸的朝圣。各位别忘了，多恩也是贝勒王子的半个故土。作为坦格利安家族的异类，贝勒没有一头真龙的银发，他那头标志性的黑发，正是源自他的多恩母亲。这位为了守护真正的骑士精神，为了替一个底层流浪汉挡下死劫而牺牲的完美储君，身上正流淌着多恩的血。在这场充满了死亡、葬礼和政治算计的悲剧中，只有那个多恩女孩和她的木偶戏代表着美好和鲜活，也只有那片孕育了贝勒王子的红色沙土，能安放邓肯心底那份化不开的愧疚与感恩。既然这世界的规则如此操蛋，那我就去世界的尽头看一场木偶戏，这才是我们要的江湖。最后，伊哥还卖弄了一把学问，纠正邓肯说，不是7个王国，是9个。确实，加上王岭和河间地等，地理上确实是9个区域。随着镜头拉远，我们仿佛看到了老亚兰的灵魂，骑着那匹老马，在岔路口微笑着与他们分道扬镳。7王国的骑士第1季，在这2个一大一小的背影中落下帷幕。这不是结束，这只是传奇的序章。邓肯还没有成为那个传说中的御林铁卫队长，伊哥也还不是那位不该成王的王。这之后还有瘟疫，有叛乱，有绝境长城的风雪，还有一段段关于承诺与荣耀的故事等待上演。现在的他们只是一个高个子和一个小光头，骑着一匹老马，
在这个乱世里跌跌撞撞地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明日。让我们一起送别真龙贝勒，见证高个子邓肯正式踏入这片名为维斯特洛的江湖，见证这段传奇的正式启程。项目与铁卫我身，不然命丧地狱门。我是露天电影院的吉利波，如果你喜欢这期解说，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江湖再见。